星耀万分，领导征服土地英雄。今天体育赛事，感谢锁定 Hot Sport，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晚安，欢迎您透过转播一下欣赏到是114年红道杯全国冰石湖锦标赛，转播团队一样是在台北小巨蛋，也要为您送上在接下来红道杯的精彩赛事。那么首先这一场比赛要看到的是公开女子组台山队面对小羽翼。我是秉承转播工作与身旁的讲评是赛会的教练以及裁判庄家文老师，以及台亚卫星的转播团队一同来为您服务。老师午安。午安。那我想这一场比赛台山队这边他们所派出来的人是包括了李玲仪、张玉轩还有林芝，所以这个是姐妹团。那以及最后的话是江小慧。是。那在小羽翼这边的话，则是陈云山、林以晨、陈银珍以及王于君4位的选手。是。那这两队，老师您其实都有一定的熟悉度哦。是没错，因为以前都有一起打过球。对，大概除了一位没有一起打过球之外，除了一位。对。直接先讲是哪一位？应该是那个于君。于君之前听老师说，好像是在新竹协会的团队里面。对。那其他的话，其实都有一起打过球。像小羽翼的话，老师您是去年度我们有跟就是现在的右手边的这一位是教练，应该是教练。对，是我们的教练。怡珍去年是挂我们的教练，然后对，然后我跟云山跟以晨是队友。对，因为云山今年的话是挂了队长，对，所以等等他会是最后一个做直湖的。对，通常是会在队长会在 house 里面，跟最后直湖。那这个就是公开女子组所以是团体赛，那这是我们一般所认知的这个冰壶比赛，所以就不会有一开始要先去放这个定位在对定位壶的这个问题。不会，那个定位壶的部分只有在混双的时候才有。对，但事实上在 house 里面不见得一定会是队长，只要是说我们讲，像你看现在他的队长是他原本的小羽山的队长是以山嘛。应该是小羽翼的队长，小羽翼的队长是陈云山嘛？对。但是实际上在里面指挥的是那个以晨没有是银珍，对于云是于云对，所以其实这是团队他会有一些的一个。就他们可以自己去协调，对，就不一定说有强制规定，队长才能在 home 区里面去做指挥。对，但是就是这一局定了之后，他就不能再换。就整场比赛我们都要看到他在对，他在 house 里面。OK， 是。那他在 house 里面的话，他就会是最后一个做直球。是没有错。OK， 所以这样的话也不一定是队长去做最后一个直球。那现在的话，看起来小羽翼这边的话就是王于云这边来做，因为他是待在 house 区。对。不过到了团体赛里面，因为在刷冰的这个人就有比较多，对，跟混双比起来，也好像在这个冰壶前进的幅度就来得比较大。当然了。那现在的话，这应该是银珍啊。离红线好像还有一段距离哦。不过因为他们可能会比较辛苦，是因为今天对台山队来讲，现在应该是他们的第一场。可是因为小羽翼的选手，他们今年有报了混双，所以刚刚的前一场赛事
他们才刚打完下来。哦，那这样的话，他们对冰况可能熟悉度比较高一点。但是相对的，他的体力也被消耗的比较多一点。对，我有的时候因为比赛比较少，对，所以在比赛比较少的情况之下，或许你只要一有比赛的时候，以战来养战，对选手来讲效果会不错。效果以战养战当然不错，但是如果一天他消耗太多场，而且是累积的场次的话，其实对他来讲，他除非他平常的练习量很大，不然其实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耗体力的，因为我们其实前面对小雨今天在中午的时候就已经比过一场了，对，然后他们刚刚又拆开来去做混双的比赛，对，所以会变成连着打。如果以老师您自己在当选手的体感上面来讲的话，通常一天几场比赛，你觉得会算是比较合适的？其实如果以整个恢复状态来讲，其实应该是2场。哦，那这样的话，等于是小雨一这边已经到第3场。对，因为包括他们中间，小雨一本身中间在中午的时候就有一场是面对北市重庆国中的比赛。对。然后在3点的混双组的时候，他们又拆开来，对，去做他们混双的比赛。然后现在再合在一起来面对台山队。所以这个有可能会在他们的体力上面也是一个考验。在冰壶的比赛里面，如果体力开始受到影响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失误出现？其实一个是它的直壶的稳定性跟它的力道不足的情况之下，有可能它会到不了那个自由防守区。那再加上说，它如果是本身我的力道比较小的时候，我可能需要透过团队的刷冰，把它刷进去到自由防守区的情况之下，它有可能比较刷不进去。所以这就是刷冰这边会有对，因为刷冰其实也是还蛮耗体力的。目前还没有壶，好像有进到大本营里面。现在都是围在前缘这里。等一下我看一下。对，等等我们再来看一下大本营这边的画面。现在先看红方的直壶。一样要先过红线，然后开始刷，希望再往前进。好，停在这个位置也是有防卫壶的功用哦。它那个应该是差了一点。我现在两边都还有3次的射壶可以来做直壶。我这场比赛小雨翼是先攻的。对，没错。开始刷。我走到这个位置，会跟红色的射壶做碰撞。我把前方的路障给打开了，把大门打开了。再换到红方来做直壶。台山队这边在赛前的时候，老师您有跟我分享到，他们其实在比赛的经验还蛮不错的，就是有披上国家队的战袍过。对，他们以目前来讲，有应该是今年，对，应该是今年是代表国家队有出去没有，今年他们是林怡跟林芝，他今年有去国外打混双的一个比赛。对。林怡是台山队的队长，她同时也是姐妹团的姐姐。对，是的。然后林芝的话是妹妹。不过林芝的话是平常也有在教学，然后在行政端的话，除了她之前
在这个地方的国民运动中心里面服务以外，他也是现在有在滨石湖协会里面来服务。是。再往前刷，想要直捣黄龙，进到大本营，不过没有停下来。哇，过完T线之后，一路的往后走。小鱼只剩下最后一次的直湖机会，那台山这边的话还有2次。现在的话是要换成红方来直湖。我一开始在大本营前围了一圈哦，所以现在其实清空了。台山在这边也是有机会可以直捣黄龙，就看他的落点能不能够控制住。稍微要借自己原本在前缘的红色色弧来顶一下。看起来目前还没有很确实进到大本营里面的色弧，没有，应该只有刚刚我们前面看到在画面上左上方红色的色弧，还不确定有没有擦边哦。应当没有，有可能没有，但是因为摄影上的一个角度还是会有一些关系，会有角度的差异。小羽翼。最后的直湖，所以这个就是王于云。刚刚所直湖的就是于云，对，应当是他。哦，哇，看起来是连红线都没有过，是一次无效直湖，所以就直接划开，因为好像就马上知道说距离不够，对，就算刷冰也没有办法让它延长多少距离啊？就是这个就是一个很有礼貌的一个运动，所以大家自动会在他没有过线的时候，他就会先自己林体力老师在上一场比赛，他告诉我说这是一个君子运动。对，是。有的时候自己犯规，自己也会先喊。对。大家其实就是这个自由心证。对，没有错。好，最后的直湖红方台山队，有稍微跌倒，但没有碰到湖。好，现在行进间哦，但是这个距离也还是不够，也是没有过红线。好，现在就要来看这个到底有没有了。对，这个也或许他们会要求，所以就确定没有了。1分，那就是压刚好，所以刚好是有压到哦。好，这样的话，台山队收下了第1回合的分数，1-0，大比分暂时领先。欢迎回来，台山队面对小羽翼，这个是公开女子组在下午5点半的比赛。现在要来到的是第2回合，台山队的话有收下第1回合的分数哦，目前是1分的领先。不过我们在上一场比赛所看到的混双组也是有后来居上，所以这1分随时都有可能会改变。对，这当然。好，那进到这个回合的话是红方来先做直湖。那进入到团体赛里面哦，在大本营里就不会有其他的弧线出现了，就是自己什么时候把弧送进大本营，谁就是那一颗。对。有过红线，但是现在是在大本营的前缘。
我其实，在赛前的时候，我有先去问了一些，也有在玩湖的啦，但是他可能是比较偏向是地板。对。那当时这个选手有跟我分享到说，他们其实在前面呢几次的直湖，他们在战术上的考量会是，我先不要这么快的就直接把我的湖送到大本营，是我先围在前面，对。我们会先把有一些湖，我们会先坐在 house 前面一点点，让就是当对方把我打进去的时候，我可能进到大本营。那另外一个这样的一个好处是一方面是做防守，一方面是当他想要把我 take out 的时候，他没有办法这么精准 take out 的时候，他可能把我送进去大本营。对。但是如果我已经一开始我就送进去大本营的情况之下，有可能在他后面的攻击就把我的球撞出去，等于是间接的把它 take out 出去。是，对对，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技术上面的时候，会先把它做在 house 前面一点点，也就是在最接近篮圈的地方，不会一次就送到红圈。有碰到，对，所以他要把移回原位，就是后指的这一颗犯规的球会移走，然后会再把原本被撞掉的那一颗球移回来原本的位置。所以这边就形成了一次无效的直球，是无效直弧，然后再换到黄方。好，碰到了自己原本在 house 区前缘的这个黄色色弧，就反而是把它给顶开了哦。在力道上面稍微有点失误。我选手也是笑笑的。对，前面林廷内老师有提到，其实比赛的机会不多。对。我们先不说练习的机会，练习机会很少，是比赛也很少，所以我觉得对选手来讲，因为喜欢这个运动，才会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大家才会聚集在这边，能够比赛就是能够玩了。对，就大家很珍惜1年1次的一个公开赛事啊，就是它其实等于，因为事实上台湾目前的冰场其实并没有那么多，因为目前就是以极光、内湖极光，然后小巨蛋是小巨蛋的部分，今年有借到嘛，然后再来以前是在土城，那土城冰宫前一阵子有维修嘛，整修，所以有停了一小段时间。但我记得土城那边其实比较小一点，对，没有小巨蛋这边这么大。对。因为我记得之前在冰湖比赛的时候，土城那边的规则就是不是冰湖啦，这个冰球的比赛的时候，曲棍球 hockey 的时候，在土城那边就稍微可能在 icing 的规则上面会做调动。确实它比较小一点点。现在双方都有5次的直弧机会，然后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是大本营里面没有，也还没有任何一个直弧出现。是。应该都是在 house 的前面。我现在其实都还在适应冰面哦。对。我的确在有2个人来刷冰的情况之下，比混双适应冰面的感觉来得好很多。因为混双最一开始真的比较容易，就是有一些无效的直弧出现。对。因为实际上你在混双是等于是。混双只有1个人可以几乎是1个人在帮你刷冰。对，除非你因为从投掷完之后，你要再站立起来，然后再接着刷冰，其实那个时间非常的短。是。对。那所以会变成你如果是公开就是团体赛的时候，他才有比较多人会来帮你一起刷。哇！可惜送的有点深了哦。好，现在大本营里面 ，house 无家可归。
目前耗子区还是很干净哦，很干净，其实就代表第一个没有遮蔽物，也没有人可以帮忙停，所以或许在后面的这几次直弧上，就开始要尽可能的就是靠近先把球会送进去，以送进去耗时为主了，因为事实上现在大概只剩下4颗球的一个机会，所以现在其实大家会尽量会把球直接送到耗时里面。好，先送进来的是红方，红方送的这个位置。我其实在冰壶比赛里面后攻真的是有一定的优势。你看红方现在在这边，对但是就可以去利用现在的这个红色的色，就是有一个目标可以可以直接往那个方向前进的话，耗子区这边比的方向好像不是要直接做 take out， 他的想法会是以目前看起来他比的地方，一个是他直接再送到中心点的地方，那一个是因为他 curve 的一个部分，你看他其实送的位置很好，只是他可能一样是力道大的点哦，对，不然事实上他的位置事实上是刚好会送到那个中心点的位置。好，目前的话分数是会在红方这里，不过两边都还有3次的直弧机会。这样比赛还很难讲，因为后面其实都没有遮蔽物。红方要做的是再送一颗进去，甚至是如果可以去做攻守2相宜的这种落点是最好的。对，是不是也深了？会出来。哇！所以其实刷冰的时机点会很重要，什么时候停止刷冰的时机点也很重要。因为在出手的时候，事实上选手身上都会带一个小码表，就是他会去量出来的时间点，从 hug line 到另外一端的 hug line， 对，所以他们大概会去算一下，然后他们会知道说，这一次的力道出去就已经大了，他就会减少那个刷冰的时机或者是次数，他可能甚至于不刷。好，第一拍应该会先碰到自己的色弧。哇，这一次感觉起来也是有点可惜咯，应该不是他们想要看到的结果。不过球是圆的啦，所以一切都很难说。对，还有2次直的机会。2队老师您都有待过，对，你心里面是不是有特别帮某一方加油？没有，我今年是大会工作人员，今年是中立端，对，我们一定是大家都是。不过因为这圈子小啦，对，所以其实大家会很容易是聚集在一起练习，对，也包括你们在很多的练习机会可能都是要出国，那出国大家就是互相要照顾彼此，对。这边看起来就是选择不特别刷，就让它流进来，就是跟着球去把它的稍微前面的阻力稍微。哇，这颗的落点也很漂亮。对，哇，这个真的不愧是有国际赛经验的。小羽翼，至少他们是后攻，而且现在刚好在耗时区里面哦，2个红色的色弧，一左一右，对，稍微有一点偏差，其实也可以哦，只要就是往中心点这边来瞄准就好。然后接下来就力道的问题，因为前面小羽翼这边的尝试都是力道过大，有2次还是3次。他的如果他的战术，应该是说撞掉1颗之后，他可以再定点，然后往中心推的话，他才有机会。就是现在这个状况，对，没有错。所以这样子的话，其实就是小羽翼的比较接近中心，所以目前就会是小羽翼的战术是比较。哇，这一次的直弧直得非常的漂亮。
所以小羽翼这边碰撞之后，他滑进来，于云就比了个赞。对，那我相信台山有可能会把它撞掉。台山现在的话是红黄之间在比这个位置，而且因为黄色的色弧是比较前缘一点的，像他们希望做的也是一样，就是把黄色的色弧给顶掉之后，然后自己要定在那边。对。但这个是准度哦，这样很准。最糟糕的结果是把自己的红色色弧给顶掉。但这个不一定是最糟糕，因为他如果现在以目前的算法是黄队1分，对。可是如果说他有机会把它顶掉，就甚至于说3颗都飞出去的情况之下，那就会是大家都是0-0。但如果说他顶掉自己的1颗换1颗，那还是其实他只是降低失分啊，他等于就是失1分。好，所以现在小羽翼最后一次的直弧机会。老师这边要问一个问题啊，是可不可以放弃直弧？哦，可以。但是通常在前面的部分，有可能选手会想要先积极的，你要积极的取分，还是要就觉得我这一局我只要拿1分？那通常选手会是比较倾向积极取分。那你说放弃直弧，有可能是在最后的1局，或者是最后的，就是靠一个关键球，决定这一局谁胜谁负的话，那他有可能，你看他其实他直过来，他也不要刷，他就是到反正不过也刚好可以适应冰况，对，刚好再做一次的计时。对。好，那这样的话，这一局变成是黄方拿下的分数。哇，那最精彩的应该就是他们做移形换月的这一颗啊，直接把红方的弧给顶掉，大比分1-1，双方平手。现在准备要来到的是第3回合，前2回合刚好就是各抓下1回合的分数，而且都只有拿1分，所以大比分目前是1-1平手。台山队跟小羽翼目前是互有来往。这一局先直弧的是黄队小羽翼。继续刷冰，要先过红线。送的位置不差哦。前面的这几弧其实都是看落点而已，因为后面其实才是真正要见真章的时候。而且如果送到 Free God Song 里面，其实你在前面的5个弧也不能把它直接 take out， 对。不过我看台山队这3个回合，他们前面的几颗喜欢送到这个位置，偏左或偏右，这个有什么意义吗？这个当然有时候是要看这个可能是真的要看一下他们的策略跟战术上面有没有什么伏笔，但是一般来讲，我们会送在 T 线的稍微
左右一点点，甚至于踢线，就是我们现在黄方这边对的这几个位置。那他这个有可能是他是不是没有旋进去？就是他可能他的曲度没有走得那么好，或者是说冰面上面有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可能打中线的时候，中线自然比较滑，然后它的左右两边的那个冰面，事实上因为你没有刷冰或者是在对，它摩擦力还是比较大，对，所以它可能就会转到外面去一点点。何老师，你刚刚看到小雨翼那个开心，他就开进去。刚刚那一位是哪一位选手？一个应该是那个以晨应该是一个以晨然后一个是云山啊。所以刚刚直进去的是以晨，对，应该是以晨。他指的很漂亮，对，他也自己很开心。因为我现在只认得出王瑜瑜，他穿着外套。所以你看，他们其实有点在思考那个曲度，因为曲度的问题。我们都一样是看第一场地在混双的比赛里面，体力老师也是不断的提到他所观察到的。第一个是边面其实比较慢，第二个是它的曲度其实没那么大，甚至是很长，你几乎就观察不到它有曲度。你没有办法用一般的正常的曲度去把它刻回来。继续的往前刷，至少要先过红线。应该哇，差了一点点。他也在往旁边比，差一点点，差一点。因为其实有时候我们当初在同一队的时候，我们其实大概就是回来的人会大概跟投掷的人，或者是说大家会讲说，大概那一颗大概差一点点或者差多少，就是可能下一颗的力度会在需要增加一点点，或者是对，靠着沟通心里要有对，因为不只是摄影的镜头有角度差，其实你在这个距离上面的话也会有角度差。是。好，现在，这一颗的位置也不差哦。这个就是有攻守两相宜的效果，放在这边。小雨翼现在希望能够再多把一个壶送到 house 区。稍微顶一下，然后再顶到红色的色壶，非常的漂亮。这一次的直壶，把红色的色壶往 house 区 T 线后面送。然后原本自己在 house 区前方的这个黄色色壶往后送了一点点一下哈。来看台山队怎么做回应。这颗是送的很准，顶一下。好，先把一个切高掉。对，这个也是老师您刚刚有提到的，我们在最一开始的时候，为什么不要先把壶就直接送到 house 区里面？因为就很容易发生这种状况。对，没错。而且这种状况其实基本上就是出去了。真的是还好，刚刚黄方这边有多送一颗来当这个保卫壶，就是他的防守球。不然的话，如果没有这个防守，那现在大本营他换他出去，被强制离营。对。太小力了，所以要赶紧来刷冰。自己一直完之后，好像有意识到。但是通常有时候选手会在
确定他要刷冰的部分，但是如果已经确定刷不进去的时候，可能就会不要再浪费体力，所以他就不刷了。好，这边这个位置比出来就是要去做 take off， 直弧的动作也是有很多的要领哦，所以其实这2次红方跟黄方的直弧看起来，直弧者好像都是有一些自己动作上面的失误，才导致他的弧没有控制好。对，像刚刚可能就是出来的时候可能滑了一下，就他的变成他一滑之后，他其实他的控只能先把它推出去了。对。小羽翼现在要拼了命的把大本营的这一个色弧给保卫住。是。他们可能希望能再多送1-2颗进去。哇！结果是顶到了红色的色弧，然后反而是把自己原本很靠近中心点的黄色色弧给送出大本营，反而是另类的助攻了台山队。所以现在大本营里面的话是剩下红色的色弧。对。再刷，送到这个位置，他把它送到前面，其实会是另一个非常好的防守球。来看到上一球。哇，这边一顶到红色的色弧之后，结果反而是把自己原本靠近中心点，在大本营里面的黄色色弧，也是唯一一颗的黄色色弧，强制离营了。所以现在小羽翼大本营里面是没有自己的色弧。余韵的直弧送进来之后，哇，前面没有其他的色弧，没有办法做有效的刹车。哇，而且台山队其实在大本营里面的落点分布很分散，所以很难去利用，甚至要被 take out，你变成就是要各个击破。但小羽翼这边只剩下一颗黄色的色弧，而且台山队还有2颗。对，台山队他现在要做防守，是后攻，他还有机会能够把大本营前缘的这一颗红色色弧再送进去。但他刚刚如果依他们的做法的话，有可能他刚刚是要去做的防守会在前面。要再继续刷，看起来力道是比较短。很勉强的刷过了红线。台山队等等还会有最后的直弧机会哦，所以还没有结束。甚至在小羽翼若这个黄色的直弧没有做好的话，真的就变成类似台山队的加分机会了。
力道上好像也是有一点点短哦。应该所以王宇云2次的直呼，一次长了，一次短了。好，那这个变成一次的无效直呼之后，看到台山队现在在大本营里面，康庄大道哦，他想要再抢分，他想要再送1颗进去。对。但这个弹道的话，就是要直接送进去就好。对。但反而力道上短了一点点。我感觉前面的摩擦力还好，到了中间就是 Free Gun 送那边会突然间有一波，对他那个摩擦力比较大的地区哦，所以很可惜。最后的加分机会啦，但是没有办法把胡给控进去耗子区里面。但是这一次小羽翼的进攻，助攻其实对，虽然说这一球是真的做得很漂亮，但是这个送的时机点比较早，所以变成是到后面变狙击的对象。所以最终的话，会是台山队拿下了这一回合的分数。是。台山队在第3回合是拿了一个3分的局，3分算不算是大局？还不是很大，还不是很大。对，就是2、3分的拉锯，基本上其实还是会比较常有看到。但是你如果到4分、5分，这个就比较大一点。所以刚刚最后的那个加分机会就比较可惜。不过目前因为这3分进账，台山队是保有领先的优势。不过在这一回合，他们的第一次直呼是一次的无效直呼，还是会有点不稳哦。好，小羽翼，还在滑，会直接进入到耗时区。这个位置就也一样哦，会是一个尴尬的落点。是。所以刚刚直呼这一位是林以晨，对，应该是以晨。他其实还蛮会把位置送到这个 house 区，对他蛮可以把他送到 house 区里面的。上一个回合也是他指出了那一壶啊，力道大了。王云现在在指示林以晨，他希望能够把这个弧的落点是控制有一个防卫弧出现。弹道感觉有点偏离，但是落点如果可以停住的话，就会很不错哦。会进。T 线偏右侧，我这个落点还不错。所以小羽翼其实在上一回合主要是在续盘的时候，在中间的那几颗直弧就比较可惜。
台山队。哇，这个也是直接往大本营里面送，然后稍微碰了一下黄色的色弧。我这个时机点进入到 House 区，也都还算是比较早，但也还好的是，因为他们是在 T9 的比较后方一点点，所以如果说他再把球坐在保护区或者是 T9 的前方一点点，它其实那一颗也是一个保护球。现在连余云都下来帮忙刷，放到了是在大本营前方的位置，但一样都是偏右侧。台山队这边则是选择要往左翼来进攻。开始要刷兵。我是不是隐隐约约听到了挺力导师的声音？基本上教练是不可以出，对。在非暂停时间，其实教练跟团员是不能有任何的互动，连比手势都不行，是眼神的交流也不行，所以就完全是要留给场上的选手自己来判断局势。对。这个有点可惜哦，反而是自己把门户给打开来了。小羽翼偶尔会有一些这种类型的失误。一样是要往这一个方向来送，直接送，刷得过去吗？有可能可以进到蓝色蓝圈，好像还差了一点点，差了一点。但是实际上，他在这个位置其实也算是把，等于是防守球做得很好。因为如果是黄色，他想要打中心点。但是他如果克没有克进来的时候，他如果有机会撞到红色的时候，他红球进去，他黄色有可能会停在外面。所以他这一球可能会直接进去 ，kiss 掉红色的，或是直接在停在了这个位置，也不差。小羽翼在这一回合的续盘上面就做的比第3回合还要好很多了。虽然说也是有一个失误啦，自己把这个保卫弧给打开来了，但是马上又补了一颗更漂亮。对。
两边都剩下最后的3次直胡的机会。这一回合先直胡的是台山队，红色的色胡。这里碰到了黄色的色胡，直接切高。小羽翼，稍微有点偏出去了，结果反而又是有点助攻到台山队。这个好像在第3回合有看到类似的状况哦。这个冰壶一家亲，这又有点助攻了哦。是。我小羽翼在这一回合是后攻的哦，对，至少能够确保他们还有最后能够来破坏 house 区的机会。是。而且现在看起来 house 区里面的胡其实比较紧凑一点。送到这里就是比较偏向是要做保卫了，上一个保险的感觉。因为它前面还有2颗红胡，就看小羽翼会不会又再来帮忙助攻。但因为他们现在应该是最后一棒，所以他也有可能他会直接冲破。刚刚看起来比的那个位置，副队长比的那个位置就已经是要直接做冲破了，就是要看王玉准不准呢？而且中间这2颗红色的色胡很不错的地方是，因为它后方还有小羽翼的黄色色胡，不过这样的话它变成是有点1换1。刚刚是不是稍微有点碰到了固定的色胡？应该刚刚是他有一个选手跌倒，所以他有踢到了旁边的红胡然后再去踢到黄胡，然后弹到红胡，所以他要再把胡移回来。还是要记得冰壶是一个君子运动，所以大家心里面会有个底，对，会弹好。其实裁判的身影会很少出现。是。台山队在这一回合
最后的直弧机会。哇 ，close， 但是最后是推到了自己原本在大本营里面的红色色弧。好，所以现在变成是小羽翼的加分机会了。王瑜云在前几个回合上面呢，都是最后的这2次投掷，在没有障碍物的情况之下，一短一长，一短一长这样。所以就要看他在这一回合队友所跟他分享的资讯里面，他对于冰况的掌握程度。感觉起来好像比较晚刷哦，力道就完全不够了。但是至少确保了1分，对，至少这1分是有拿到。好，这样的话，在第4回合，小羽翼抓了下来哦，把原本的3分差追进了1分，现在是4-2，2分的差距，领先的是台山队。那等等会有1分钟的中场休息时间，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再回来。
是公开女子组台山队小羽翼，现在是前4回合比完了，目前是4-2，2分的差距。我想在上半场这边，我们可以看到黄方的小羽翼，主要就是在中间，可能是第4指到第6指这边，会有一些精彩画面，但同时也会有一些小瑕疵出现。其实也不能说是小瑕疵，有可能是说他的战术的运用，他要做到那边，但是因为场地上的一些冰况的对，或者是说可能有时候在出手的地方可能稍微偏的，或是克的没有克那么多的时候，他事实上他坐的位置不到那边之后，就变成了不小心就变成对，而且他的那个尾还是大尾星哦。对，因为其实从第3回合也有，第4回合也有，都是有稍微去助攻到对方。不过第4回合最终的结果反而对他来讲是比较如意一点的，所以分数是有追回来。但目前领先的优势是在台山队的手上。是，那台山队其实我觉得他们整体上来都还蛮稳定的。不过我自己所观察的是，他们反而是在前面的可能是前3指哦，前3指他们所送到就是大本营前的那个位置会稍微有点偏一边。有一回合是偏右，然后又有一回合是偏左。对，这个可能是在于他们对于台山队应该是今天的这一场赛事是第一场比赛，所以可能在对他们来讲，冰面上的熟悉感可能还在适应中，或者是说，还在适应中，他没有那么的熟悉，所以他变成他有可能是在摩擦力多一点的地方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会送到比较大本营前方一点点。然后现在在中场的休息，其实不是我刚刚所讲的那个时间，是5分钟。对，5分钟都是固定的5分钟哦。那5分钟的中场休息完之后，大家稍微做调整，这5分钟是可以跟教练做沟通的。其实还是都是团员自己，选手自己对团员一样是不能跟教练，所以等于说比赛只要一开始，你就没有再跟教练除非我今天我特别叫暂停，然后这个时候教练可以上来，就是跟每场比赛有几次暂停？各队各有一次，就自己看是哪个回合，跟 Power Play 一样，是自己抓时间叫。对。不过在团体赛里面就没有 Power Play 的问题，因为他就没有要先做那个。是。然后所以现在第5回合哦，2分差也是随时会翻盘的一个分差。好，这里是没有到红线的一次无效直呼。对，其实适应冰况这件事情，哪一边可以做得越快哦，我们分数就会累积得越顺利。位置上面稍微有点偏差，看一下有没有界外。好，所以最后的话是直接被踢走，那应该也是一次无效的直球哦。是。做逆时针的旋转，曲度上面好像真的就是没有办法很顺利的把这个弧线给制造出来。是，感觉他刚刚是特别要尝试这件事情，他要去确认一下我曲度是不是真的是做不出来，所以最后面给到的这个镜头。他想的应该是没办法，对，他觉得可能不满意，还有他们就是在测试过后觉得好，我们可能就特别注意这个曲度，我们就是做不出来。通常我们会在有的时候会发现说，假设我们这一队他的
比如说左边大家都打不进去的时候，有可能我们在运用上面可能会比较偏右打，或者是去避开我们可能比较打摩擦力，就是比较没办法去掌握好的对一个区域哦。目前大本营还是很干净。这个行进的路线 freeze 住，稍微顶了一下黄色的色弧。所以他们还在 free out 这件事情。他刚刚所讲就是他没有旋转过去，这个弧线没有出来。那这等于是这2次的直弧应该都是在确认这件事。不过最明了这件事情的应该是挺力老师，因为他上一场跟着我已经看过了低场地的冰况。不过其实，在场跟场之间，因为像我们上一场比赛结束的时间跟这一场比赛开始的时间，大概有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会重新再去整理一次冰况。会稍微的去。像我们刚刚在换场的时候，它其实是会稍微我们用抹布把那个应该是拖把，就是先用布先把赛道先擦干一次，对对，然后再撒冰点，所以还是会重新去撒冰点。对，但是冰况包括什么铺冰什么的，其实就不会再重新做了，不会，因为那个会在。之前就做好，然后每一场赛事中间大概就是微处理，它不会是整个在洗冰啊，或者是做一些大的清洁的动作。所以如果说假设我今天，譬如说像是小羽翼，他等于说已经是选手的第3场比赛的情况之下，假设他前面也有在低场地出赛过，是，他是稍微可以去引用一下他在前面对低场地的场地了解，对，当然他是可以去参考，是可以去有一点点的参考值，对。顶多会有差的，可能就是摩擦力的问题，因为没有重新撒过冰点。但是因为场地的关系，它有一些当然就是说它可能本身的场地它就有，比如说高低倾斜度的一个问题，对。那这个是场地本身它就会有一些天生的问题，对。因为前面的混双我们就有稍微在推测说，会不会其实这里就是有可能一高一低的情况，所以好像选手换边之后推不进，然后换了一边，他就变太大力。对。不过这个其实就是选手自己要去适应的，是因为这对所有的选手来讲，他是在同样的条件，对，所以他们要去，所以为什么会有一个赛前练习？对，就是让大家去熟悉一下你要打的这个赛道的一个状态。我看赛前是有类似一个自由的练习时间，是，大家其实就是要不断的去适应这个冰面，对，去判断，但是在自由练习时间，其实就是已经做完场地整理过了，是，所以在那个时机点，就是你接下来的比赛的场地冰况哈，对，冰况。好，第5回合两边最后的3次直弧机会，我现在还蛮喜欢看这位是以诚嘛，以诚直弧，因为他都会笑笑的。这边也是有点2分法，结果把自己的给顶开来。
对，但他还是笑笑的。对我觉得说他当笑笑的，蛮喜欢看他。他们都是笑笑。对，小雨翼这边其实都是笑笑的。对。现在小雨翼在大本营里面还没有自己的射弧，是。然后台山队又是后攻，哦，没有停住。可惜了。刚刚直虎的这位是林芝，是。刚刚从他背后的那个名字缩写判断出来。是。好，最后的2次直虎交给王瑜云。哇，这边是靠着呼喊硬把这个壶给叫进了house区里面，3个人马不停蹄的刷而且甚至连王瑜云都跟上来。是，因为他们这样子多刷一点，事实上他是整个进到 house， 所以有他就会是也或许会是一个关键的1分啊。对。因为对他又更靠近了一点哦，离圆心又更靠近了一点。台山队这边其实对，在 house 区里面的这个是稍微有点小擦边，是，但后攻的是台山队。house 区里面呢，目前也就是1黄1红，2个石弧，然后落点也是很分散的，所以对台山队来讲。这一次的直弧也是有很多的选择可以做，要直接指导黄龙，或者是做 take out， 其实都是可以接受的。哇，这边做得很漂亮，结果是借力使力，直接把小雨翼好不容易送进去 house 区的黄色射弧。直接 take out 掉，而且他现在所送到的这个位置前面其实是有蛮多保卫虎的，但他有可能会打另外一侧进去。接下来就是要看王瑜云，因为他如果是要用绕的话，他自己的落点就要很控制住。不过前面其实所观察到他在直弧上面的状况的话，就是要么太长，要么太短，好像还没有很精准的送进去过。而且在这种关键的一直通常是太短居多。所以这一次也还是太短。他其实应该算是连3个回合最后的这一直都是力道短，就是可能又要保守一点，但是又变成过于保守。对。那或者是说这一边的摩擦力比较大，所以对，这也是可能的，因为其实造成他没有到达他想要的位置。
你至少看现在的湖，其实完全都是在这一侧，对贴线的这个画面上面的右半边。对。好，我们看看台山队现在也是选择要直接送进耗时区，那他们的直湖是冰的摩擦吗？还是真的就是单纯汪玉云这边力道短了？我们来看一下，继续擦，继续擦。不过，对，也是就是刚过红线而已，所以有可能就是这个冰面这边目前都还是没有被摩擦过啊。然后，但是这一回合是台山队收下了分数，我只要能够笑得出来，我觉得都是好比赛啊。OK， 扩大了自己的领先优势哦，目前是来到了5-2，3分的领先。然后在第5局，台山队是拿下2分。我刚刚最后我忘了边线那边还有一颗，刚好好像是躲在了一个边边，然后这也是拿了2分哦，在台山队这边，现在是6分，所以有4分的领先优势。来到的是第6回合，台山队先来直湖。送超过红线，这个位置还可以接受。来看小羽翼，两边的前3湖主要都是自己跟自己在抗争啊，自己跟自己在比啊。这个位置做得很好，刚好就在T线的正中间。对，这很像是在比混双的时候定位壶会放在位置。好，台山这一次选择往另外一边送。但是够不够啊？哇，差了一点点。我是因为刚刚跌倒，对，就少了一个人在帮忙刷冰。我现在突然间发现，小雨这边是不是有2位戴眼镜的？所以哪一位才是林以晨呢？我有点，其实我有点忘记。但如果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2位长得有点像。对，他们2个是很好的朋友。稍微深了点，不过在后援还可以接受了，有留在耗时区里面。因为老师您平常跟他们的互动都是叫绰号。对啊，因为可能有时候我们会知道，职业啦或者是什么，我们可能会有时候没有叫的那个
等一下我看啊，我知道了，应该是雨山是你说他 always 笑脸的那一个。哦，云山，哦，所以是队长 always 笑脸的那一个。啊，这个又有点考倒我，因为我对认人脸这件事情稍微有点障碍。好，这一直也是要接近到 house 区。哦，这几直其实都是有围哦，就是围上了 house 区，在大本营里面哦。这位是以晨，对，这个是以晨，对。我觉得对我来讲，我可能是要把云山跟以晨要放在一起，对，然后我才会开始知道说，大概知道怎么认。是。所以这位是银针。云山跟以晨一起来帮忙刷兵，对。哇，刚好过红线。其实小羽翼真的，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他们就是笑容不断。对。然后在对手台山队这边，其实也是一样。是。因为如果照体力老师讲的话，其实这个运动在台湾还算是蛮新的。是。大概5年的岁月。对。那可能第一批的选手开始去接触到，开始去学习，或许就是3到4年的时间。差不多。因为你不是说你一进来马上就可以找到一批选手来练习。对，所以其实就好像是一所很全新的学校，才刚过第1届的感觉。对，所以学生可能不多，然后慢慢累积几届之后，才有办法越来越多。我像老师您自己也是算是第一批的没有，我应该是算到比较后面，因为事实上像灵芝就已经是我的学姐，那也是我们的教练哦。对，那你算是第2批哦。对，算是2、3批的。不过是怎么样的机会？如果说观众朋友看到，觉得说，那我也想要来玩玩看。其实可以上那个中华民国冰石湖协会的网站，那他每一年都会办初阶课程，还有进阶课程。是办在这边小巨蛋？没有，会办在之前办在土城运动中心的宾馆宾宫嘛，然后另外或者是极光内湖极光内湖的对，那这边是今年我自己打的话，遇到的是今年是第1次在小巨蛋。哦，对，所以会，对，因为它的冰面确实是比之前的2个场地好很多，然后也比较小巨蛋应该算是现在我们国际赛事的，对，就是应该是以这边为主轴。对。那所以其实还有一些专业的教练课程，还有裁判课程，其实都是可以在冰石湖网页上找得到公开的冰石湖协会的网页。对。然后大概都是每一年会办1次，所以大家可以把握那个机会，然后可以去。那当然也可以直接先留信去预留说，如果他有这样的一个讯息，可以再通知一下。对。还有这种服务？就是我认为其实它当然是公开之后你自己稍微要关注，但有时候可能会因为赛事或者是其他的就信息会 lost 掉。对，因为它可能有时候可能固定在比如说好，前几年我们打的赛事是在年底，但是其实今年的赛事因为还有选拔赛的关系，所以他提前往前对，但原本红道杯应该会再更晚一点。对，所以建议大家还是上中华民国冰石湖协会的官网，然后去查询。对。在开始学习前需要准备什么吗？其实就带着一颗热忱跟开心的心，然后来，所以不用准备什么，包括是他们的刷杆这些的都不需要。这些部分其实协会都会先有，然后等到会先。冰石湖就不用讲，冰石湖这个好像不是一般
就算是选手，好像自己都也不会有，对对对，太贵了，太贵。那你说鞋子一开始可能你还不确定是不是有兴趣的时候，你可能我们会先用垫片，也就是我等一下看一下有没有选手他有一些是我们可以看得到右手边有一个鞋垫，那个白色翻过来的哦，对。他是在那个旁边，在最外区那边。对，像有些选手，他可能还没有自己的冰壶鞋的时候，他会先用鞋垫。所以有特定的冰壶鞋？有，像这些选手穿的是专业的冰壶鞋，他们就不用再另外去垫一个鞋套。对，你可以看到专业的冰壶鞋下面，你出发的那一个角，它事实上下面是一个铁符红白色的板子哦，然后另外一角会是有，所以我上场比赛看到混双那个鞋套还会掉下来，那就不是专门用的冰壶鞋。它鞋套是有时候是因为我们会怕会滑倒嘛，因为刷冰的时候它的力道比较大的时候，它在非直球的时候，我们会再把鞋套套回来自己的鞋子上面。所以你看，他现在的两只脚其实都是黑的，那是因为他把那个鞋套套上去了。那等到是他要直球的时候，他才会再把鞋套拿下来。哦，所以你可以看一下，所以是有不同的功用。对，你可以看一下那个我们现在要指的，应该是玉轩嘛。玉轩，你看他的右脚的左脚的那一个下面是不是白色的？对。那事实上他们是同样的一双鞋，对，只是有人是有穿鞋套的。对。那还没有自己的冰壶鞋的时候，是一开始出街的时候，协会会准备那个专业的鞋垫。对。然后冰刷协会也会准备。这边已经进入到第6回合最后的几个直壶咯。刚刚所提到的玉轩，这位是师大研究所应届毕业生，应该是今年毕业。知道他是读哪一种科系的吗？应该是因为师大的运动休闲与餐饮是合在一起的，就是全名我不太晓得，但是应该是运动休闲。所以是在公馆的那个校区不对，他们的研究所好像都是在校本部那边。哇，深了！等一下还要继续来看一下王于云这边，因为他就是一颗深嘛，然后一颗就会是走的比较浅。然后这边再回头来看张玉轩，张玉轩平常也是有在教，包括是冰刀跟直排轮。对。刚好过红线。好，最后的直呼机会在小雨衣这里。操到的会是王于云，王于云要先突破自己的心魔，不能又再短了。那目前在大本营里面的话是台山队的红色色虎。是不是又短了？对，哎呦，这样就有点可惜了哦。所以这几回合最后的直呼，最后一个直呼的机会，王云都短了。好，那这一回合的话，收下分数的依旧是台山队，再增添1分，所以他们的分数来到了7分，7-2，暂时领先。休息一下，稍回来。
好，现在准备要来到的是第7回合。那目前分数其实在分差上面稍微有点被拉开了5分差，所以这一回合对于小羽翼来讲的话，他们是有需要得分的压力。因为我们其实以这2场比赛来看，这个得分效率上来讲的话，其实选手稳定上面一局可能就是1-2分，甚至连3分，我都觉得可以视为是大局了。但因为这个毕竟不是国际赛这种有比较大量练习啦。前面婷丽老师有提到，可能因为练习要出国的关系，所以或许选手他是3个月，然后再出去一次，然后一次可能去个我还没确定说他们一次出去要多久，1个礼拜。可是这是一个非常需要肌肉记忆的运动，所以你其实就是好像有点是这个2天打鱼，然后5天6天在晒网的那种感觉。所以目前还在推广，还希望有更多的资源可以加入。那资源要加入，其实最首要的就是希望选手多啦，因为这样才能够吸引到更多的资源进来。但这也是就是说，今年应该是明年。台中可能也会有一个冰宫会出现，对。那我们台中的那个冰宫好像已经喊了很久了。因为我在播冰球的时候，好像有听到他们在喊话。听说会，因为我前2天有遇到台中的同学，他们说会。不过其实这是好事是跟冰上运动有关的，包括像是花式的溜冰啊，然后还有像是我刚刚所讲到的 hockey， 然后冰石湖，还有很多形形色色，只要跟冰上的运动是有关的。对。那现在其实以全台上来讲，会有一个很尴尬的情况是，好像几乎只剩下北部有冰宫了。目前，但如果因为原本好像你北部再靠南一点，好像是桃园，可是现在还有桃园的那一座吗？桃园在金国路那边还有一个，对，但是这好像就是最南端的了。接下来出了桃园还有吗？印象中好像就没有。我在播 hockey 的时候，他们好像也是这样告诉我，印象中好像没有，就没了。原本还有，但是现在是真的没有，所以变成说可能是。我最远能够吸引到的民众，可能就只有在台中，因为他有能力可以往桃园走。可是再远一点，其实说实在话，你光每个礼拜要这样通勤，就会比较辛苦。但还是有人。可是如果是希望这个可以普及下去，那这个辛苦的程度就会降低。对，降低那种选手应该说新手要加入的那个热情。所以真的很希望台中的那个。现在在前面的这几次直湖，感觉起来是不是都是有点偏向这一边？对，画面的左半边，而且是无论红色的色湖还是黄色的色湖。那准备要直湖的是银针。我两边前几次，哎呦，滑了一下，直湖的动作稍微有点瑕疵，不过现在看起来是有推出去，而且因为滑了那一下，其实力道还不错，所以我甚至有稍微看得到那个曲度，不过还是送到了画面的左半边。是。现在只有一颗红色的色弧是在画面的右半边。不过目前双方的前3次直湖都有留在场上。是。直接切高。
邵玉毅这边依旧是轮到尹真。啊，这次的力道好像就稍微有点短了，但应该还是能够超过红线。黄玉云也下来帮忙刷，3个人来刷，又再往前多走了蛮多的哦。算是挡在了一个还不错的位置。哇，这个刷完之后真的会累啊！我真的不要小看刷的这个动作，这就跟在家里面去刷地一样，你其实光是你要弯着腰，然后去撑住你的身体，那个核心就要花很大的力量了。这是真的。哦呦，躲一下。然后结果一样是把原本在大本营前方的黄色色弧给 pushing 掉了。现在就是羽翼放一颗，然后台山在这边破坏一颗，不断的在开路。所以刚刚说这个是乙城，对，这个是乙城。对，这个是乙城。哦，他也是跌了一下。我希望能够再往前刷一点。在落点上面算是还蛮满意的。云山这边是有比一个赞，因为那个位置可能就比较难是直接被打出去。但也很难说。前面的这2次都是小羽翼放一颗，然后台山队打一颗，马上就破坏掉一颗。哇，又跌到了。力道大了。因为刚刚自己跌倒，所以重心就没有办法控制住。这些力道短还有机会救，力道大可能真的就是就会直接没办法了。这个尴尬了，小羽翼第7回合也有这个画面出现。好，队友直接笑一笑，也知道，好像跟我刚刚想的不太一样。哇，大本营这么干净啊！是。现在变得有点要逐鹿中原哦，谁能够进得去，至少就握有先机。所以台山队这边就是直接往里面送了。对。这是玉轩。是。也希望能够直接流进去大本营，最后要再帮他加速，哇！所以是停的有一点早了。这个位置还可以啦，因为自己等等还有一个红色色弧，就是能够再把它给往前顶。而且现在因为毕竟是小羽翼在这一回合是后攻所以也稍微能够去做一点保卫，因为小羽翼现在也是要先把弧给送进去大本营。对。等于说，至少除非他们要从右侧绕，对，
但因为但这个场地的曲度是真的没有到那么好，因为所有的球是落点是在左半边，所以有可能右边不太容易打得进去。对。我在直线道上面的话，红色的色弧算是有稍微挡住，所以这里应该被顶到之后会变2分法。哦，2颗星，3颗星，我这一颗不差哦，这效果还不错。不过台山队这边稍微被顶进去了一颗，好，在大本营。我把刚刚就是玉轩的那一颗就被撞进去了，也是稍微有点助攻，但是小羽翼毕竟是后攻，所以等等他还有机会去做破坏。然后台山队第7回合最后的直弧机会，现在他们已经有1分了。接下来这个应该是要以做保险为前提了。要看，如果一个是有可能他们要积极进攻，送一颗直接就送进去了。对。结果是顶到了自己原本的红色色弧，所以大本营里面的状况是没有改变的。小羽翼最后直弧的机会是在王于云，都是他。这几次对他的印象就是最后的直弧会短。弹道是歪了，果力道呢？哦，这次好像可以哦。好，但是并没有改变大本营里面的状况。好，所以最终的话会是台山队拿下这一回合，然后就是1分，所以是把领先优势再扩大到6分差，8-2。哇，那8-2的话，其实对于第8回合来讲，要追分的困难度就高了很多。休息一下，稍后再回来。8-2，台山队现在剩下最后1回合，小羽翼6分的差距，他们要追的确是有点不太容易啊。对，不太。所以其实从画面上面看，第3局的那个3分呢，还真的是显得还蛮庞大的啊。但没关系啊，就比赛少。练习的机会也少的情况之下，能够多玩1回合就是1回合。对。好，台山队第1次的直弧送到的是在大本营的边缘，而且是超过了 T 线。
小羽翼。一样是在直弧的动作上面会稍微有点不稳，不过我相信长久的练习下去，会让选手在直弧动作上面的稳定度会更高。对，而且应该跟体力也有关系。都是有留在场上。我今天小羽翼跟台山队，今天台山队只有一场比赛。对。然后小羽翼的话，如果光是这个团队的话，是中午有一场，然后现在我们面前有一场，所以他今天是第2场。然后明天换成台山队有2场比赛，然后小羽翼是只有1场。对。明天的台山队是早上的9点，以及是下午的2点45，也刚好是会被我们转播到，面对重庆国中。他们已经决定提前他们决定要提前结束，因为他们有落差6分，就是知道说已经追不回来了。只要他在这个最后的定弧之后，他确定追不回来，双方是可以直接先握手言和。对，那所以一旦双方进入了握手言和，就是代表他这一局就是确定要结束。哇，那这样的话，台山队8比2收下这场比赛的胜利。不过这就是一个君子的运动，所以大家其实就是可能在想法上面，因为不同的运动会有不同的想法。有些运动会觉得说，我就是打到完，反正我就是多了一回合的练习时。对，那在这个君子的运动上面的话，反而就是大家比较这个彬彬有礼。那真的不行，那没关系，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友好的，所以说大家就是握手言和，然后就让这场比赛很完整的给结束掉。所以最后还是要恭喜台山队。我想小羽翼这场比赛一样是有给我们看到比较多精彩的好球。那这样的转播工作在这边要告一个段落。那我们随后接下来晚上是在8点半的时候还会有一场的赛事，同时也是今天的最后一场赛事，请观众朋友要持续的锁定这场比赛。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老师在旁边的陪伴。我是秉承，下场见，拜拜。